我小时候贪玩，用绳子套了个女鬼，把她当宠物养，结果长大后玩腻了，想甩掉她，闹得那叫一个僵。我嫌她浑身冒着寒气，就骗她说自己喜欢温热的女人，谁成想她后来竟然当上了冥界之主。为了惩罚我变心，她直接在生死簿上把我的名字给划了，我从此不老不死，永远在人间流浪。而她呢，在阴间安安稳稳的坐着最高位，这样我俩就能永不相见。可万万没想到，10年后我干妹妹史真香听说我有无尽寿命和亿万身家之后，找了个大师设了个局，要弄死我，把魂魄送进地府，好抢走我的完美命格。高楼天台上，我哭得撕心裂肺，求你别打我，我可以把钱全给你。我真是怕死怕得要命，因为当初甩了我那前妻的时候，他撂下过狠话。林北，老娘再见到你，非把你扔油锅千刀万剐不可。咱俩认识10年了，我从来没亏待过你，你放过我吧，钱全给你，只求你饶我一命。我跪在水泥地上磕头，磕得额头都快破了，可史真香只是冷冷地看着我。我不仅要你的钱，还要你那无穷无尽的寿命。既然你是我哥，你的自然就是我的。你要是真对我好，就全交出来吧。说完，他朝身旁穿道袍的大师使了个眼色，大师一把揪住我头发，把我拖到天台边上。这栋楼33层高，楼下早布好了阵法，就等我摔下去丧命。只要摔死他们就能得逞，到时候我连轮回转世的机会都没有。史真香早算好了，要做得干干净净，绝不能让我变成厉鬼回来索命。等我再睁眼时，已经成了鬼魂，2个小阴差一左一右架着我往地府里走，四周黑雾翻腾，只有前方传来的哀嚎惨叫越来越清楚。这地方我来过，是地狱的入口，还真得谢谢我那前妻。当年分手时，她红着眼把我拎到这吓唬过，那时她没真把我扔进去受刑。可这一次，我怕是要魂飞魄散了。我拼命挣扎着不肯往前，大声喊：我是枉死的，我没做过坏事，求你们放过我吧！见我反抗，一个留着胡子的阴差抽出带倒刺的鞭子，狠狠抽了我一下，剧痛瞬间刺进魂魄里，我直接瘫在地上，连喊都喊不出声。听着，甭管你来路如何，到了我们手里，你就认命吧。我还想赌一把，万一前妻还念点旧情，能轮回总比彻底消失强吧。我忍着疼，颤着声说：真是一名冥王的女儿，让我见见她。2个阴差对视一眼，下一秒我又挨了一鞭子，这一下把我魂魄都抽出一道裂缝，再也发不出声。就你也配直呼冥王千金的名讳？我不管你怎么知道这名字的，我劝你老实点，还能少受点罪。他说的万一是真的，会不会惹麻烦？怕什么？那倒是说了，这人来路不正，生死簿上根本没他的名字，邪门歪道有点手段，知道冥王千金的名号也不奇怪。瞧你那点胆儿，上面查不到的，咱拿了钱就赶紧办事，别夜长梦坟出了岔子。我一下子就明白了，他们肯定跟史真香找的那个老道串通好了。身为阴差，竟敢干这种勾当。而当我看到高耸入云的地狱之门时，我的灵体被巨大的恐惧攫住，止不住的发抖。但这时，一个声音由远及近传来：这新来的走过流程了吗？是老黑，他认得我。老黑刚一出声，阴差的手就捂住了我的嘴，把我拖到一旁。胡子阴差掏出一包烟，嬉皮笑脸的讨好：黑哥，今儿怎么有空过来？尝尝这从阳间搞来的玩意儿，够劲儿。少来这套！我问你话，那小鬼走流程了吗？走了，肯定的。咱哪有胆不按规矩来？您和白姐整天忙得脚不沾地，有空就歇着吧。黑无常没再说话，雾太大，他没看清我的模样，我怕就此错过生机，狠狠咬了捂我嘴的那只手一口。阴差吃痛松手，我趁机朝黑无常跑去，却被一脚踹翻在地。阴差的脚死死踩在我脸上，地上的黄沙灌进嘴里，我吐不出来，也发不出任何声音。幸好这动静引起了黑无常的注意。干嘛呢？没事儿，这小鬼不老实，到这儿了还挣扎。能到这里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别脏了您的眼。办事谨慎点儿，这些玩意儿生前都作恶多端，一个都不能出差错。赶紧送进去吧。看着黑无常转身消失在迷雾里，我的心也跟着死了。胡子阴差点头哈腰的送走黑无常，冲上来就踹了我几脚，又拿起鞭子在我身上肆意发泄。很快我身上就找不到一块完好的地方，发泄够了，胡子阴差才捏起我的下巴。放心，到了里头我亲自伺候你。接着我像块破布一样被扔进了第一重地狱。这一重是千针之刑，入目全是数不清的刑具，上面无一例外都架着一个阴魂，身上扎满了几千根针，活像个刺猬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拼尽最后的力气，断断续续挤出一句完整的话：我真认识柳如烟，你们这么对我，他要是知道了，
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柳如烟根本不在意我的死活，她大概是真的不想再见到我，不然也不会给我无尽的寿命，让我在人间孤零零的活着，不老不死。她是生怕我死了来阴间碍她的眼。从踏进这扇门开始，两个阴差已经不怕我闹事了。胡子阴差轻佻地拍拍我的脸，笑得特别恶劣。你咋这么能幻想呢？阳间的狗血剧看多了吧？咱冥王千金也是你能幻想的？胡子阴差狞笑着，取来了行刑的离魂针，每一根都有我小臂长。你得撑住了，后面还有17重地狱等着呢，咱慢慢玩。到了这儿，骨头再硬也得给小爷我软下来。话落，他取出一根针，直直朝我大腿扎下来，针尖立刻没入我身体半寸，那种钻心的疼让我整个人止不住的发抖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人影匆匆跑来，慢着！扎进去的针被拔了出来，我缓了口气，努力睁大眼睛去看。来人是这众地狱的管事，我记得叫碧云涛。当初柳如烟吓唬我的时候，他就站在一旁看到他，我心里又燃起希望。毕总管，是我，救救我！一路受尽折磨，我早已精疲力竭，嗓子沙哑的不像话。但我敢肯定，碧云涛听清了，因为他直直的看着我，像在辨认。而最后那惊恐的眼神，分明是认出了我。没等我松口气，他迅速移开视线，装作没事人一样。刚才上面来信，他们要亲眼看着这男的灰飞烟灭。人快到了，你们等着吧。我一愣，这碧云涛居然也和史真香老道士串通一气，刚燃起的希望又被扑灭。我苦涩的笑出声。柳如烟啊，柳如烟，这就是你管的地府吗？手底下的人瞒天过海，胡作非为。不过我没想到史真香竟然会亲自来这里，真不知道是该说他胆大还是胆小。说他胆大吧，他怕留下后患，怕拿着我延长的寿命，花着我的钱不安心，非要亲眼看着我消失不可。说他胆小吧，他又敢闯这死人待的地方。很快史真香和老道士就到了，头一回进地狱，史真香还有点怕，紧紧跟在老道士身边寸步不离。但发现老道士跟这里的阴差很熟之后，他胆子又壮了起来，毕竟他才是出钱最多的大主顾。他从阴差手里拿起一根针，兴奋地走到我跟前。林北，谢谢你啊！要不是你，我一辈子都体会不到有钱人的快乐。钱能使鬼推磨，真不假。有了钱，我连这阴曹地府都能走一遭。你也活够了，剩下的日子就让我替你吧，你就安心上路吧。我对你不好吗？问了又觉得多余，他要有良心，怎么会算计我到这个地步？你觉得你对我很好吗？像跟班一样，穿你不要的衣服，永远给你当陪衬。你真觉得对我很好吗？我没反驳，事实明摆着，白眼狼是养不熟的。当初他遇见我的时候，大雪天只穿了一件单衣。他从农村来，家里穷，年底又找不到工作，是我收留了他。我本来不需要保姆，一个人过惯了，看他可怜，才给了他这份活。我一直拿他当亲妹妹，他要什么我都给，薪水也比市面上高很多。慢慢他不再把自己当妹妹，对我索取无度，大概是我太纵容他了，他才觉得能跟我平起平坐，甚至想取代我。我错在不该信任他，把秘密告诉他，而我的沉默换来的是他的疯狂。没话说了吧？你自己也这么觉得对吧？你从来没把我当亲人。他下针的地方是我的心脏，看得出来他是真想让我立刻消失。旁边的阴差们似乎觉得不妥，但终究没拦着。从我嘴里散出的阴气越来越多，我的魂魄已经变成半透明。恍惚间，我好像看到柳如烟朝我走来，她还是那么好看，比我活着几十年见过的所有女人都美。是幻觉吗？应该是幻觉吧。她才不想见到我，可为什么那些阴差都跪下了？少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碧云涛慌得不行，跪在地上抖得像筛糠。他知道收受阳间活人的好处本就犯了大忌，还让活人自由出入，被当场抓个正着，肯定没好下场。老道士也变了脸色，赶紧扯开史真香，一起跪倒在地。柳如烟的视线扫过众人，威压逼人。大胆！今天要是少主不来，还不知道你们这帮胆大包天的家伙敢这么胡作非为。我想说话，但脑子太混沌，身上撕裂般的疼让我发不出声音。他会认出我吗？认出来之后呢，会救我于水火吗？还是像之前说的那样，把我扔油锅千刀万剐？过了很久，柳如烟才冷冷开口：碧云涛，我让你管这第1重地狱，你就是这么给我办事的。小的知罪，小的知罪，都是那2个阴差，是他们私自引活人进来的，小的实在不知情啊！就在大人您来之前，小的正要把他们赶走呢。这是你的地盘，活人大摇大摆走进来，不是你的失职是什么？少在这儿血口喷人！听着他们争吵，我慢慢回过神，原来柳如烟这次来是要整治手底下那些不法勾当，而我不过是碰巧被卷进来的倒霉蛋。柳如烟听完冷冷哼了一声，声音不大，却像炸雷一样在众人耳边炸开。休要多言，既然这2人已经闯进地府，就别想活着回去，先关起来候诊。至于你们几个竟敢做出这等违背天规的事，通通打入畜生道，永生永世不得为人。史真香一听瘫倒在地，像被抽掉了脊梁骨，2个阴差也吓得浑身发软。这时史真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可能再也回不去阳间了，顿时暴跳如雷。我阳寿还没尽，地府办事得按规矩来。老道怕被他连累，伸手想拉他，别再说了。史真香一把甩开老道的手，我必须回去，你们赶紧送我回去。
老道哪还敢施法，吓得闭上眼装死。使真香气疯了，一把揪住老道的衣领，使劲摇晃。你傻愣着干什么？我给了你500万，你就这么办事的？我现在就要回阳间！他完全不知道柳如烟最厌恶的就是这种吵闹喧哗的人。刹那间，一股无形的力量猛地撞来，使真香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飞了出去，砰一声，重重摔在摆满刑具的桌案上。处理完这几人，柳如烟缓缓把目光转向我，我能清楚感受到那目光像一把锋利的兵刃，直直刺穿我的魂魄。报上你的来历，姓甚名谁？避孕涛已经犯下不可饶恕的大罪，此刻心惊胆战，生怕再惹出祸来。他明白，一旦柳如烟知道我是未经审判就被扔进地狱的冤魂，尤其要是认出我是谁，自己肯定罪加一等。于是他心急火燎，抢着回答：就是个刚咽气的无名小卒罢了，能被送到这儿的哪有什么好人？冥王大人日理万机，别为这种小角色费神，脏了您的眼。柳如烟的眉头拧成了个川字，眼中闪过明显的不悦。宦官心领神会，立刻厉声呵斥：没你说话的份儿，闭嘴！我费力地张了张嘴，喉咙里只发出漏风似的嘶嘶声，根本说不出话。宦官见我没反应，上前查看我的伤势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向柳如烟禀报：大人，这男子的魂魄快要消散了，情况不好。速去查明他的身份，如果此人不该在这里，就想法子全力救助，之后再决定是送回阳间，还是安排投胎。宦官领命，马上派人去取生死簿。等待的时候，史真香还在负隅顽抗，拼命挣扎。他愚蠢至极，根本不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的祸，脑子里还想着回阳间继续花天酒地。没多久，阴差匆匆捧着生死簿赶来，宦官凑到我身边：快说，你究竟叫什么？我用尽仅剩的力气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，声音小得像风中残烛。他听完立刻翻开厚重的生死簿，仔细查找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宦官的眉头越皱越紧。怪了，这事儿有蹊跷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还不快如实道来！大人，这人竟然不在生死簿上。他下意识以为有人暗中搞鬼。他到底叫什么？回大人，他说他叫林北。听到我的名字，柳如烟的瞳孔猛地一缩，眼神瞬间凝固，仿佛时间都停了。刹那间，柳如烟如鬼魅般闪到我面前，动作快得让人看不清。她纤细的手指轻轻探出，捏住我的下巴，稍稍用力把我的脸缓缓抬起来。她的神情很复杂，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波动，轻声呢喃，像是在问我，又像自言自语：真的是你？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？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微微点头。她的手指猛地收紧，力道大得好像要把我下巴捏碎。你还记得当年的话吗？我根本说不出话，只能扯动嘴角，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也许我根本等不到他动手，魂魄就会消散在这地府里。终于，他厌恶地甩开我的脸，像碰了什么脏东西。真是个没用的废物！我原以为没了我，你能活出点样子，没想到也不过如此。是啊，他还是高高在上掌管生死的冥王，而我却成了快要魂飞魄散的孤魂野鬼。可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他没让我就这么魂飞魄散，而是下令把我带下去，招诡异来治。我心里清楚，以他睚眦必报的性子，一定是想留着我慢慢折磨。毕竟我当初狠心甩了他，这份耻辱，他怎么可能轻易咽下在诡异那儿治疗的过程？简直像又下了一回地狱，痛苦到了极点。我一会儿昏迷，一会儿又迷迷糊糊，像在虚幻和现实之间来回拉扯。浑浑噩噩中，我竟做了个梦，梦里从前和柳如烟的点点滴滴像潮水一样涌出来。那时他以凡人的模样在人间行走，偶然遇到了陷入困境的我。那个年代世道艰难，疫病横行，而我幸运的得到了他的眷顾。他陪着我熬过无数个艰难日夜，看着我长大。他是我青涩的初恋，也是我人生里第一段甜蜜爱情的主角。直到我病死后进了地府，才惊觉他的真实身份——冥王。他满以为我会心甘情愿留在地府陪他，可我这个新时代的男人实在受不了地府里那些陈腐的规矩，我无法忍受他贵为冥王，身边却有3夫4妻，更不愿做他的附属品。我铁了心要离开，要去轮回转世，重新活一次。他像头发怒的猛兽，把我拽到地狱门口，拿最可怕的刑罚吓唬我。那时候吓得泪流满面，是真真切切的怕了。但最后他还是心软了，放我走了。不过他也撂下狠话，发誓此生再不见我。转世之后，我惊奇地发现自己还留着前世的记忆，而且从长大成人的那一刻起，我就不再衰老，也不会死。我还有个不错的家境和一辈子花不完的财富。那时我才明白，他嘴上说的绝情，心里却还念着旧情，把一切都给我安排好了。只是他真的下定了决心，再不跟我有任何交集。在梦里重温完这些之后，我慢慢醒来，眼前是无比熟悉的地方——冥王殿。柳如烟在阴间的地盘，我躺在他的床上，被褥上还有他独有的气息。这熟悉的味道让我在这陌生冰冷的地府里感到了一丝久违的安心。但这安心没持续多久，柳如烟刚好回来了。我下意识闭上眼想装睡，可他好像能看穿一切。别装了，狗东西，我知道你醒了。我无奈地睁开眼，脸上挤出一抹苦笑。怎么，现在就要把我扔进刀山火海，兑现你的狠话？不急。他伸出手，干脆利落地把我从床上拽起来，语气冷得像寒潭水。恩赐于你的一切，那2个不知死活的蝼蚁，竟敢打你的主意，你必须亲眼看看他们的下场。
我望着他眼底透出的寒意，忍不住打了个哆嗦，心想他这是要先拿他们开刀，杀鸡儆猴，之后再回过头来慢慢收拾我吧。很快我们来到外殿，史真香和老道士狼狈地跪在地上。史真香一见到我，眼睛瞬间瞪大，像发了疯似的想站起来，嘴里还在叫嚷，可他话没说完就被一旁的阴差狠狠踹倒在地，摔了个狗啃泥。这时候我身体还没恢复，虚弱的跟风中的残烛一样，走这几步路都喘得不行，实在没力气搭理他。柳如烟看到这一幕，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，嘴角一翘，露出一个让人心里发寒的笑。他转过头，打算怎么处置他们？直直盯着我问，我满心疑惑。在这地府里，他才是那个手握生杀大权的人，怎么突然问我这个？这让我想起从前我们在人间假扮夫妻的日子，那时候不管大事小事，他总爱温柔地问我的意见。一时间，往事涌上心头。还是你定吧。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滋味，我低下头轻声说。话音刚落，他毫不迟疑，强势而霸道地伸出手臂，一把将我狠狠搂进怀里，力气大的像要把我融进他的身体，让我们再也分不开。他的下巴轻轻靠在我肩上，目光却像毒箭一样射向跪在地上的那些人。既然林北不想管这件事，那本宫亲自来主持公道。至于你，贪赃枉法，草菅人命，私设行堂，戕害忠良。柳如烟手臂一挥，一股磅礴的力量瞬间把碧云涛裹住，眨眼间地上猛地刺出无数冰刃，像暴雨一样穿透他的身体。碧云涛痛苦地扭曲着，却疼得连惨叫都发不出，只能从喉咙里挤出开恩2个字。开恩，你们犯的滔天大罪，几句求饶就想算了，拖下去扔进拔舌地狱，让他们尝尝有口无言的滋味。柳如烟冷笑一声，至于你呢？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我只是糊涂，我错了，我真错了！林北，帮我求求情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！我想到了。你这么喜欢18层地狱，那就打进去吧。什么？不行，我不要下去，我不要！旁边的阴差立刻抓住他，史真香拼命反抗，可他一个魂魄哪拗得过阴差？老道士早就吓得魂飞魄散，两眼一翻，直挺挺的昏死过去。柳如烟看着满眼鄙夷，这么没胆也敢做这种恶事，扔进无间地狱，让他在里面好好反省，永受折磨。冥王大人，开恩啊！我们再也不敢了，开恩，饶了我们吧！开恩，你们犯的滔天大罪，几句求饶就想算了，拖下去扔进拔舌地狱，让他们尝尝有口不言的滋味。身体哪里不舒服？多谢你出手相救。我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生分了？当初你走的那么干脆，可想过会有今天？他语气里全是埋怨，我无言以对，只能沉默。柳如烟见我不吭声，突然凑近，嘴唇几乎贴上我耳朵，轻声呢喃。林北，你既然回来了，就别再想跑。这回我绝不会再让你离开半步。他眼里闪烁着复杂的光，有不容置疑的占有欲，有深情的眷恋，还有一丝委屈，像是在诉说这些年来的思念和等待。时间悠悠的过去，柳如烟像不知疲倦的守夜人，每天都来看我。在他无微不至的照料下，我支离破碎的伤慢慢好转，魂魄也从飘忽变得凝实起来。只是每次不经意跟他的目光撞上，我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拨了一下，慌乱的很。这天柳如烟跟往常一样准时来了，手里捧着一件特别漂亮的黑袍，她轻步走到我面前，声音柔得像春风。这件，这是我专门给你找的，又让人改过了。我接过来，手一碰到就觉得温温热热的，像这袍子里藏了暖阳，又好像有种古老而神秘的力量。穿上之后，奇怪的是尺寸正好像量身定做的一样。我往铜镜里一看，镜子里的人隐隐找回了几分在阳间时意气风发的样子。柳如烟看着我，眼里全是毫不掩饰的欣赏和喜欢。林北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这么好看。说完，他像被什么牵引着，慢慢走到我身后，轻轻伸出手把我环抱住，声音里带着一点颤抖。你知道吗？这些年来，我没有一刻不在想你。你在阳间的每一次笑，每一次皱眉，每一个小动作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其实我不用说了，以前的事我都明白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你现在回到我身边，这才是老天给我最好的礼物，是当下最要紧的事。从那以后，柳如烟像是要弥补那些分开的日子，总是跟我待在一起。她牵着我在冥府的花园里慢慢走，给我讲这些年地府里发生的奇闻趣事，也会静静坐在我床边，柔柔地看着我入睡，好像有她在。所有噩梦都不敢靠近。当然，我从柳如烟那儿听到了史真香的消息，她在18层地狱里一遍又一遍受刑，才第3遍就疯了。听到这消息，我叹了口气，这大概就是报应吧。我刚想说点什么，整个地府突然毫无征兆的剧烈震动起来，紧接着一个鬼差慌慌张张冲进来，声音发抖的喊：冥王大人，大事不好！地狱深处有股可怕的力量正在觉醒，誓死要冲破古老封印。我这就去看看，你待在这儿，别乱跑。可我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去冒险？心急如焚，趁他转身，悄悄跟了上去。等我们赶到地狱深处，只见一条巨大的黑色裂缝横在前面，裂缝里不断涌出让人头皮发麻的邪恶气息，像连着无底深渊。柳如烟眉头紧锁，立刻使出强大法术，想把这裂缝封住。可那股力量像发了疯的洪流，根本挡不住柳如烟的法术，在他面前跟纸糊的一样。眼看裂缝就要彻底崩开，灾难就要降临，我不知哪来的勇气，不顾一切冲上前，用身体死死堵住裂缝。柳如烟惊叫着：不要命了！
绝不能让你受伤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拼尽全力跟那股力量僵持着，每一秒都像在跟阎王爷掰手腕。柳如烟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，眼里闪过一丝决绝，像一道闪电划过，瞬间闪到我身边。他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十指相扣，把他所有的力量都传给我。我们一起，一定能压住这股邪气。在我们联手之下，那股来势汹汹的力量终于慢慢弱下去，被一点一点压制。那道吓人的黑色裂缝也在我们努力下缓缓合拢，最后轰的一声巨响，裂缝彻底消失。那股要毁掉地府的力量也被封住，重新关进了无边的黑暗里。我和柳如烟筋疲力尽，腿一软瘫倒在地。我们缓缓转过头，四目相对，此刻周围什么都不重要了，彼此眼里只有对方。那些因为误会、因为倔强留下的隔阂，在这一刻像春天的雪一样化得干干净净。从那以后，我正式成了柳如烟并肩的人，和他一起担起掌管冥府的重任。在我们努力下，地府焕然一新，变得公正安宁。而我和柳如烟也终于苦尽甘来，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。再没什么能把我们分开。奈何桥上银色的月光轻轻洒下来，柔柔地落在我俩身上，地上映出两个紧紧依偎的影子。我停下脚步，深情地看着柳如烟，轻声说：“柳如烟，谢谢你，是你让我这个漂泊的灵魂找到了家。”不，林北，是你走进了我的生命，让我真正尝到了爱情的甜。柳如烟转过头，嘴角上扬，露出一个温柔至极的笑。我们对视一笑，笑里全是对未来的期盼。在这静静的夜里，对着皎洁的月亮许下了一生一世的诺言。